皮老头在退休晚会上的一番怒斥，令皮特一家全都对他刮目相看。饺子尤其崇拜这老头，不过皮老头依然为皮特没有娶天主教女孩而耿耿于怀。在车上几句话就把陆妈怼得气血上涌，看来以后的家庭生活又要硝烟弥漫了。晚上将要就寝时，皮老头给饺子读圣经来当睡前故事。饺子对其中上帝惩罚罪人和异教徒的情节非常着迷，随心所欲的控制世界可是他的终极梦想。皮老头将自己的信教习惯强加给了家人，皮特一家凌晨5点就被逼着去做弥撒。克瑞斯欲哭无泪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他一直保持着晚睡晚起的良好习惯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早上还有5点钟？家人们满脸都是愠怒之色。皮爸为了讨好老爹，陪着笑脸来迎合皮老头的信仰。皮老头用戒律严格监管着家人们。克瑞斯一猫进卧室，皮老头就以为他在自摸，当即敲门怒斥：“上帝在看着你，再这样做你会下地狱！”克瑞斯人傻了，心说自己上厕所上帝也要管，那他还真是个变态。梅根跟男同学一起回家，也要被皮老头骂作不知廉耻，连大家看电视节目如果不符合戒律，也要被皮老头恶毒的咒骂。皮爸带着皮老头去看棒球比赛，希望能够加深父子之间的感情，可惜皮老头那双老花眼里只剩下罪过、亵渎和审判。克瑞斯尿急想去上厕所，被皮老头当场骂了回去。克瑞斯心里苦啊，自从爷爷来了自己家，他连上厕所都不能上了。皮爸本想给老爹买根热狗，不料皮老头忽然就抽起了风，认为这是对他失去工作的嘲讽和羞辱。皮爸很无奈，虽然老爹的脾气本就又臭又硬，但退休后他更加的变本加厉，他每时每刻每一秒都不开心，整日里怼天怼地怼空气，伤害身边的所有人，非要把自己逼到孤独到死的地步，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。皮爸始终还是想向老爹表达自己的爱，他一直苦思良策。当天晚上，他从号子里捞回了老爹，得知皮老头偷偷潜回原来的厂子熬夜干活，被老板当场报警抓走了。皮爸忽然灵光一闪，既然老爹这么想继续工作，何不带他去自己公司观光一下呢？他为这个想法洋洋得意，还不知道自己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皮老头到皮爸的公司一瞧，生产线上的工作主要是拼装玩具，他可是有几十年拼装火柴的经验，当即手痒难耐的干了起来。经理本来是想赶着老头走的，不料几句话的功夫，皮老头已经拼完了一整条生产线的玩具。经理大喜过望，这么卷的工贼打着灯笼都难找，他直接聘用皮老头为车间主管。皮老头也是大喜过望，就好像一条被扔掉的老狗，忽然又有了养人的权利。他解下腰带当皮鞭，开始耀武扬威。皮爸如愿以偿的跟老爹天天相处，他白天在生产车间挨皮老头的鞭子，晚上在家里听皮老头的咒骂，在嘴上念叨着父子情深，心理防线也终于快要崩溃了。工人们私下里对皮老头恨之入骨，他不准大家吃饭睡觉上厕所，只想把他们全累死在岗位上。谁要是敢有怨言，他就要以上帝的名义将对方打入18层地狱。皮爸忍无可忍，当众怒斥皮老头顽固不化，他从不关心家人，整天只知道工作。皮老头听完大为恼怒，当场将皮爸给解雇了。沮丧的皮爸开始了失业生活。皮老头每天早上上班时都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，一无是处，来代替早安问候。皮爸不仅不反抗，反而觉得老爹说的都对，连自己的爸爸都不喜欢自己，他的存在还能有什么价值呢？就在这时，皮特看到电视直播，教皇已经抵达元哈镇，他立刻想到了改变皮老头的办法，随即赶往教皇入住的酒店求救。主教们看到这么一个大呼小叫的人闯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将他从垃圾通道扔了下去。皮爸在垃圾桶旁边遇到了教皇的私人司机，这货给皮爸表演了一个原地晕倒。皮爸心想，天助我也，他伪装成司机，将教皇送到了自己的前公司，并恳求教皇帮助他改变一下老爹的想法。这位教皇既不生气也不摆架子，欣然同意拯救这个不幸的家庭。教皇告诉皮老头，皮特是一个优秀的儿子，应该为他感到骄傲。皮老头一听，顿时一改谦逊之色，怒斥教皇是个糊涂蛋。他认定皮特就是一个铁废物。一个人说皮特是好儿子，这个人就有大病；全世界说皮特是好儿子，全世界就有大病。别说一个教皇，就算耶稣来劝也没用。教皇气得鼻子都快歪了，他越发佩服起皮特，认为能忍耐这老不死的绝不是一般人。皮特彻底崩溃了，连教皇都拿他这个顽固老爹没辙，他还能怎么办呢？皮特索性破罐子破摔，他喊出了压抑在心底的那句话：死老头，我也不喜欢你。没想到这话一出，皮老头忽然动容了，说相互讨厌，这就是他们父子俩的共同点啊！不愧是我亲生的娃。皮爸无语了，老爹的脑回路他是真抓不住。皮老爹将工作还给了皮爸，不过事儿还没完呢。那些被皮老头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工人们，以后有的报复了。皮特这时候也没心思想别的，看到老爹再次下岗后落寞的表情，他灵机一动，请求教皇将老爹收入巡游队伍。这份新工作，皮老头可谓是如鱼得水，只要能挥鞭子，干啥他都愿意。
好不容易送走了皮老头，一家人正准备放松一下，门外又响起了皮特他老妈的声音：“小鬼走了，又来大鬼！”一家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坐火箭逃离地球。千禧年即将到来，梅根被同学邀请去参加派对，琵琶立刻贱兮兮地分享派对心得：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派对就是别人家的派对，因为不管你怎么疯，都不用收拾烂摊子。这天外面已经堆满了雪，琵琶去超市购完物，出门时遇到了一直发优惠券的鸡，他连忙摆手拒绝，说还记得上次有一只鸡发给他过期优惠券，气得他直接跟那货从南天门打卡到北天门，血条都消掉了几大管。琵琶吹完牛逼就想跑，公鸡男却偷偷告诉他，今晚整个世界就完蛋了，电脑会接管一切，导弹核武器全部爆炸。这番马上就要改成核废土题材。琵琶一听信以为真，回去跟朋友和家人们说起此事儿，结果没一个人信他的话，大家都忙着为千禧年晚会做准备，连小布都穿上了帅气西装。琵琶亮出他那一套仿画服后，大家还以为是另类 cos。琵琶见多说无益，便骗孩子们去地下室领过年红包，最后将一家人全都关进了地下室。家人们非常生气，只因为琵琶听信了一句谣言，害得他们的计划全泡汤了，只能穿着防化服在地下室看千禧年的电视直播。随着跨年的钟声响彻夜空，璀璨的烟火点亮整座城市，家人们对琵琶的责备也越来越激烈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巨响，导弹核武器漫天乱炸，汽车追尾，飞机陨落，建筑物在暴风中化为成片的废墟。核废土时代真的降临了，多亏了琵琶的多疑，他们家躲过了爆炸和辐射，在家里靠着存粮勉强度日。琵琶为此十分嘚瑟，3句话不离，他预言末日的大功。梅根一直对自己没能参加的派对念念不忘，好不容易有个帅哥邀请他，结果对方现在已经变成蒸汽了，老天爷太不公平了。琵琶的狐朋狗友们受到辐射影响，都变成了奇形怪状的怪物，饿着肚子在外面游荡。陆妈正庆幸琵琶提前买了很多干粮，回头一瞧，这家伙闲得蛋疼，已经把一整年的存粮都吃光了。他们只好外出寻找食物，途中遇到的人不是快饿死了，就是已经发疯了。汽车开到没油后，皮特一家又沿着公路徒步前进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食物工厂。望着堆成山的食物，皮特一家感动得落泪。他们决定召集幸存者重建家园。这时，饺子受到辐射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异，不久之后，一座新城镇诞生了。皮特当上了市长，还给自己立了一座雕像。可惜有福就有祸，饺子的变异不断恶化，现在他彻底变成了章鱼怪物。